如果说一个人可以在足球场上只手遮天，你会想到谁？有一个人，他可以把界外球像炮弹一样扔进对方的禁区，打到对方七荤八素、人仰马翻、热泪盈眶。可以凭借这一门手艺建立起 bug 一样的战术，自己也在职业暮年成为传奇。他是谁？他就是前斯托克城著名的大力水手、天空之城的建筑师、界外球宗师、手榴弹专家、人形投石机，足球场上不是守门员却凭借双手成为传奇的手艺人罗里·约翰·德拉普。我是足球区奇人挖掘者足球司机涵，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位德拉普。德拉普出生在1976年，这是个神奇的年份。足球巨星扎堆出生，罗纳尔多、舍普琴科、巴拉克、托蒂、维埃拉、范尼、西多夫、内斯塔、克鲁伊维特，简直是神仙年份。这一年出生的德拉普也是从小天赋异禀，行为独特，别人家的孩子也就是玩个娃娃、拆个玩具，德拉普则喜欢往窗户外扔东西，让邻居纷纷赞叹这孩子是个当球迷的好苗子。但当德拉普开始练起了标枪，并成为学校里的标枪冠军，邻居们就面面相觑，不敢开口了，真怕德拉普真往球场里扔标枪。德拉普虽然是爱尔兰人，但很小就随父母来到了英格兰生活，一家都是当地卡莱尔联队的球迷。不过德拉普不仅喜欢在球场外欢呼，更喜欢在球场内被别人欢呼。德拉普19岁就正式进入卡莱尔联，并顺利捧起了英格兰第4级别联赛冠军，然后就被思路奇诡的地产商人奈顿收购。这家伙收购了但不投资，还自命主教练，还到处宣称接触了外星人，主打就是一个把事闹大、炒流量。一降级就把队伍交给别人，一升级就自己干。那几年卡莱尔联上上下下不停折腾，有点追求的都想跑了。德拉普就在98年2月份22岁的时候被英超德比郡看中，而这位刚来的年轻人立刻就披上了10号战袍。实话实说，这个起步比起他的同龄人就慢了许多。这个时候像内斯塔已经是拉齐奥的队长，西多夫已经是皇马的10号核心，罗纳尔多已经2夺世界足球先生，就连大器晚成的巴拉克也马上要上演凯泽斯劳滕奇迹了。德拉普说，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现在开始就可以。出任球队右中场的德拉普十分努力，不断增加自己的出场次数。加盟德比郡1年半之后，到了1999-00赛季，德拉普迎来一波爆发。他在联赛出场32次，并狂砍8球，一举成为队内射手王。被他斩落马下的不乏曼联、切尔西、阿森纳这样的强队。不过原本清秀的德拉普越来越像硬汉，作为硬汉该干硬汉该干的活。00-01赛季，德拉普就放弃了10号球衣，换成了5号，将重点放在了防守上，位置多数时候变成了后腰，甚至还在对曼城的比赛中踢过一整场的右后卫，任劳任怨一块砖了，属于是。而且本身具有投掷天赋的德拉普又被德比郡的健身教练要求练扔实心球，已经暴露了一手夸张的界外球绝技，巴结喊来甚至能直接扔到对方禁区，受邀加特色小绝活，自然是队内的中流砥柱。整个赛季德拉普踢了36场比赛，总出场3154分钟，总出场时长仅低于门将。所以24岁的时候，德拉普以破南安普顿队史转会纪录的身份成为圣徒，这个身价比来到德比郡时翻了20倍。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纪录直到10年后才被打破，可见南安普顿是相当看重德拉普的。不过南安普顿给德拉普的定位是勤勤恳恳的中场工兵，小德啊，你是我们球队的基石，是我们球队的脊梁，全队可指望着你呢。重要基石的真正意义是埋着头干脏活累活，而且一干就是4年半。在同龄巨星征服欧洲、征服整个世界的时候，德拉普从一个有些前途的青年才俊变成了胡子拉碴的中年大叔。在积累了许多时间电量之后，才能偶尔雄起一把，然后再度陷入 CD 状态。在南安普顿第一个赛季打进2球后，德拉普整整用了接近24个月，才又迎来了几场比赛的高光时刻。先是对阵热刺的比赛，打入了一个精彩的凌空侧勾破门，然后在对狼队的比赛中直接助攻。又过了2场，南安普顿客场挑战曼城，结果3-1大胜。德拉普先是策划了第一个进球，在孙继海这一侧打开缺口，让队友传中破门。第2个球则是典型的界外大力手抛球，经过队友摆渡后，在孙继海的头顶飞进球门。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3个进球背景板都是我们村的希望孙继海。不过这个时候德拉普的手抛球还只是被当作甜头，还没有意识到后来可以作为战术核武器使用。德拉普在进攻上想尽办法琢磨的还是自己怎么冲上去用头球解决对手。2004-05赛季客场对阵阿森纳的比赛中，刚刚 CD 一个赛季的德拉普
又在5分钟内头球梅开二度，帮助圣徒在海姆里全身而退。但就在04-05这个赛季，南安普顿降级了，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生活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用尽全身力气，希望能成为踩着七彩祥云的英雄，却发现至始至终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把戏。我们都是小把戏。偶尔的灵光乍现，昙花一现，还没来得及感动自己，就被无情的潮水吞没了。这个赛季，德拉普所有赛事一共出场了43次，全队第一，但用尽全力也不过是杯水车薪。降级后，德拉普还跟着南安普顿打了半个赛季英冠，然后急着保级的黑猫桑德兰看中了德拉普的经验，把他挖了过来。但仓促而来的德拉普也只不过是个补锅匠，就帮桑德兰打了6场比赛，桑德兰也就降级了，连续2个赛季降级，对于德拉普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降到英冠的桑德兰依然不待见德拉普，没多久就把德拉普租借到同级别的斯托克城。但租借到斯托克城的第2场比赛就是面对老东家桑德兰，就在这场比赛的第12分钟，前队友埃利奥特暴力铲断了时年30岁的德拉普的小腿。幸运的是，在现场观众席上有位顶级外科医生，北斯塔福德大学医院的尼古拉·马弗里教授，他第一时间的紧急治疗才挽救了德普拉的小腿。但这整个06-07赛季，德拉普彻底报销了，心灰意冷的德拉普也觉得了然无趣，都要决定就此退役了。但当时斯托克城队的主帅托尼·普利斯已经在谋划一个全新的战术了。在德拉普还在养伤期间，就正式从桑德兰买断了德拉普，并给了德拉普一份长期合同。德拉普大惑不解啊，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啊？我腿都断了。当然有企图，腿断了无所谓，只要有手就行。你想干什么？我想让你用手成为我的战术核心。你想让我当守门员？我想让你扔界外球。德拉普的界外球是扔得很远，偶尔也能有出乎意料的效果，而主帅托尼·普利斯要让偶尔变成常见，把偶然变成必然。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术出现了，一个号称天空之城的斯托克城出现了，一个震慑整个英超的界外球宗师正式出现了。平庸的德拉普在31岁的时候，终于踏上了传奇之路。他再次频频站在场外，拼命往球场扔标枪啊，不是往禁区扔炮弹。斯托克城在2007-08赛季拿到了英冠亚军，队史第一次升入英超。德拉普一共贡献了6个直接助攻。由于这个界外球战术有时需要队友摆渡，德拉普的界外球的进攻威力远远大于这个数据。作为佐证啊，斯托克城队史的前13粒英超进球就有7个进球源自他的界外球，1个由他亲自打进。包括英超的维拉、普兹茅斯、埃弗顿等队都尝到了这枚炸弹的威力。而在主场对阵阿森纳一战，这个战术达到顶峰。上半时，德拉普的大力界外球直接助攻富勒头球破门；下半场又是他的界外球间接助攻奥洛菲亚纳，后者用胸将球撞进。从此，德拉普的界外球成了英超现象级的武器。他的界外球不仅可以扔到40米远，而且速度奇快，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可以称之为手动挡贝克汉姆，还不用担心越位的问题，简直就是 bug。那他是怎么扔的？德拉普自己总结过经验：一、助跑。充分助跑可以增加投掷时球的动量，释放前速度可以传递给球。第二，发力，身体像鞭子一样甩出去，在释放点使得动量最大化。第三，角度，小角度的手抛球也可以增加球速，20到35度之间的投掷角度是最合理的。四，球轨，为了使飞行中的球速更快，德拉普会选择一个相对平坦的飞行轨迹。我哭死，他竟然在试图教会你，但书就摆在那里，又有多少人能考上清北？更何况斯托克城为了这个战术可是赌上了一切。主场不列颠球场的宽度在英超规则范围内缩小到了极限的64米，比正常的68米少了整整4米，增加了广告牌和足球场边缘的距离，让其达到3到5米。一共德拉普助跑配备专门的人员随时抱着擦拭足球的大条毛巾。另外，斯托克城那些年引援对象都瞄准了1.87米以上的大高个克劳奇、伍特、法耶。在这一切的加持下，这套战术还拥有了专属的名词——德拉普掠夺者。而作为升班马的斯托克城，以英冠的阵容在英超处子赛季拿到了第12的名次，并长期稳居英超中游，甚至在2010-11赛季闯入足总杯决赛。这套良好运行的8个战术的作用可见一斑。还是那句话，
在足球场上，任何一件事做到极致都是艺术。时任埃弗顿主帅莫耶斯对此感慨称：“和斯托克城比赛时，我们就像被人肉投石机蹂躏。”斯科拉里入驻斯坦福桥，第一个重点关注的对手就是斯托克城。接受采访时，还发表了以论如何有效破解斯托克城手榴弹战术为主题的演讲。在巴西，我们从来不这么踢，但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德拉普的手或许比较更好用。我们思考了3天，并且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用特里去抢德拉普手榴弹的落地。切尔西还有特里，但阿森纳就深受其害了，3番5次的被特拉普摁在地上欺负。除了英超初赛季锤爆阿森纳之外，2年后阿森纳与斯托克城在足总杯第4轮又相遇，又是德拉普的手榴弹帮助斯托克城首开纪录。下半场德拉普再次用手榴弹轰炸了阿森纳禁区，年轻的法比安斯基被德拉普虐出心理阴影，不久就被阿森纳放弃。许多球队面对斯托克城的时候，宁愿给角球都不给界外球，倒转天罡了属于是。还有比较损的招，就是把广告牌往前移，尽量缩短德拉普跑动的距离，或者让替补队员在德拉普的路线上热身。不过效果并不太佳，但遗憾的是，德拉普的传奇开始的太晚了。30多岁的球员在英超这样激烈的联赛里很难坚持太长的时间。作为每个赛季可以为斯托克城英超保级成功带来数千万英镑收入的战略武器，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开始衰退。2013到14赛季，德拉普在转投低级别联赛的伯顿队效力1个赛季后正式挂缺。这种威力惊人的手榴弹任意球从此在足球场上成为记忆。毕竟德拉普只有一个时代就此过去。但德拉普并没有离开足球。2015年，他被任命为德比郡 U18 教练，2016年升为 U21 教练，并率队拿到了2015到16赛季的英超 U21 联赛乙级冠军。2018以助教身份回到了斯托克城。2023年，德拉普作为助理教练和罗比基恩一起执教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马卡比，还经历了惊魂时刻。实际上作为一名球员，德拉普始终在保级球队厮混，在国家队也是属于边缘人物。从98年作为新星被国家队招纳到04年，德拉普也不过在一些友谊赛为爱尔兰打了11场比赛，总共出场也就437分钟。但他的故事我们却更有代入感，他就像我们普通人的极限，有一点手艺，希望能出人头地，结果兜兜转转才发现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像德拉普能留下与众不同的痕迹，已经是幸运无比的了。如果还有值得欣慰的事情，那一定是子承父业。德拉普有2个踢球的儿子，一个是利亚姆·德拉普，今年21岁，十分有潜质。在曼城 U18 梯队的15场比赛中，贡献了9球和7次助攻。跨级别参加U23比赛，19场比赛又贡献了23球和6次助攻。17岁零229天的年纪，就在为曼城出场的生涯首秀中破门，现在正租借到赫尔城，处于不停练级的过程中。作为中锋，本赛季已经7球2助。另外一个是芬兰德拉普，未满19岁，位置是中后卫，目前在英甲的伯顿阿尔比恩效力，不知道是否有他们父亲那样雄壮有力的麒麟臂。我是足球司机涵，客观看足球，理性扒真相。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视频，不妨关注点赞，咱们随时聊。